你问我说的什么话？你怎么不想想，自己刚才说的那是什么话？你们府上就是这样教导你们的吗？大家闺秀，一点大家闺秀的样子都没有，只知道在背后说三道四。这样的女人家，怕是没有男人喜欢。娄七七，你真的没有被土匪绑架？我看你就是在撒谎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你这种被土匪绑架过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韩燕白。南阳公主觉得我配不上韩燕白，那你觉得谁配得上？难不成是你吗？南阳公主要是真的喜欢韩燕白，大可以去求陛下赐婚，我不介意府里多一个给我请安的妹妹。南阳公主，你虽贵为公主，但我也不是可以任由你拿捏的。你既然这么想要嫁给韩燕白，你有那个本事，大可以去试试。哼！只要是南阳公主有办法让她和韩燕白和离，娄七七不介意给这两人腾出位置来。这边的动静自然已经传到了柳廷燕的耳里。切，南阳真是个废物。他将娄七七被土匪掳走的事情透露给了南阳公主，就是要让她在宴会上将这件事情闹大。南阳公主，你别听娄七七那些话，我看呀，娄七七就是嫉妒了。怕是南阳公主刚才所说的话踩中了娄七七的尾巴，娄七七恼羞成怒才会这样说的。对，一个被土匪绑架，说不定已经被玷污的女人，怎么可能配做世子夫人？这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全部落在了娄七七的耳里。娄七七看到玉梅后，便提起裙摆，小步朝着她走了过去。玉梅，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赏花宴还没开始，不如我们到处转转。那妾身就陪着世子夫人走一走吧。哎，你看我都叫你玉梅了，你就别和我这么生分了，直接叫我七七就可以了。走到了小花园的亭子里。哎呀，走累了，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。你们去泡一壶茶来，这里不用你们守着。世子夫人找我是有什么事想和我说吗？都和你说了，不要和我这么客气，叫我七七就好。七七，你想说什么？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就是那些丫鬟跟在我身后，我有些不习惯。他们远一点，我们说话比较自在。我也不喜欢有丫鬟在旁边。哎，玉梅，我看你绣工很好，你刺绣是和谁学的呀？是做姑娘的时候家里人教的。你绣的东西总是活灵活现，上次我见过一次后便记住了。前几天的时候，我无意间看到一个男人的腰间挎着一枚绣着梅花的香囊，那梅花仿佛像是正在开放一样，我差点以为是你绣的呢。不知你可有时间帮我绣几条好看的帕子？自然是可以的。你之前是不是送过别的男人一枚香囊？那香囊上面绣的正好就是腊月盛开的寒梅。玉梅的眼神里立马就露出了惊恐，仿佛像是被娄七七所说的话给吓到了。世子夫人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问一下你而已。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好遇到这个人，他还是很珍惜自己的这枚香囊。你真的见到那人了吗？那人他……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叫刘大山的人，他的腰间就带着一枚绣着梅花的香囊，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？你说你见到了刘大山？这么多年，玉梅以为刘大山早就已经没了。玉梅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听我慢慢和你说。你先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然别人会怀疑的。你先别担心，他现在日子过得很好，虽然成了山匪，但却是敢做敢当的大当家的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可是如果我离开九王爷，会不会对大山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啊？九王爷会不会针对他？夫人，太子妃的人来了，说赏花宴马上就开始了，请您过去。你放心，如果你要是想的话，我可以帮你，但是这件事情你必须要暂时压在心底，不可对任何人说起。回到九王爷府上，也不要有任何情绪外露，难免被九王爷察觉。
其他的事情我会看着安排。到时候有了消息，我会派人悄悄的去告诉你，你只需安心的等着就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好好的藏好的。太子妃的赏花宴，游廊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。既然大家都落座了，那咱们今天的赏花宴便开始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太子专门为我寻来了各种各样的鲜花，我便想着自己一个人看颇有些无趣，这不就邀请大家一同来欣赏。太子和太子妃两人感情真是好啊，真是羡煞旁人。对呀，太子可真是对太子妃下了不少功夫，竟然连这绿牡丹都能寻来。一直没有出声的楼七七听到这话，唇角忍不住勾了勾，眼底是一片嘲讽的意思。今天召集大家过来呀，还有一件好事要宣布，就是不久后啊，太子府上就要添新人了。太子妃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添新人？自然是有龙脉降生。姐姐说的没错，我怀上太子的孩子已有4个月。这话一出，在场不少夫人的脸色都有一些诡异。他们起初都以为怀了太子孩子的人是太子妃呢，而柳廷燕好像并不怎么在意这件事。这可是件喜事啊，我怎么看大家脸上的神色都不太好看呢？既然大家都在，还有这么多的鲜花为伴，不如几位夫人还有姑娘，咱们也学那些文人做作诗如何？这样的环节在赏花宴是很寻常的。正好啊，我也为几位夫人还有姑娘们准备了一些礼物，那我们就通过比赛的形式，看这些礼物能够花落谁家，怎么样？楼七七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。世子夫人，我帮您倒酒吧。楼七七脑海里突然传来了系统的提示音：宿主，酒里有毒。楼七七的眉头瞬间就拧了起来，再次冷眼扫过站在身后的小丫鬟。我说了，你不用在这里站着了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，我这里不需要人伺候。世子夫人，是奴婢哪里做的不对吗？你和奴婢说，奴婢一定会改的。你是客人，奴婢是一定要在你身边伺候的。楼七七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有些不耐烦了。此时，所有的小姐们都已经展现过自己的才艺了，只剩下楼七七还没有表现。楼七七，大家伙儿都已经吟诗作赋，赞美今日这好风光，你怎么不表示表示？难不成是因为你不会？今日这好彩头，还是分给各位夫人吧，我就不和各位夫人抢了。有些人呢，不会就是不会，反正你的名声都已经臭了，你也没必要撒谎维护自己的面子了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期待我的表现，那我自然不会让大家失望。说着，他的视线就落在了不远处那盛开的牡丹上。绿叶闲且静，红衣浅覆深，花心愁欲断，春色岂知心。在场的不少妇人们都纷纷的安静了下来，他们都很惊讶，原来世子夫人是深藏不露啊！世子夫人这可是好诗啊！是啊，和世子夫人相比，我们刚才真的是献丑了。是几位夫人过奖了。世子夫人的诗这么好，礼物自然也要相称。去，把我之前私藏的步摇拿来送给世子夫人。世子夫人，这便是太子妃赠予你的礼物。这只步摇我很喜欢，不知世子夫人愿不愿意忍痛割爱？楼七七看了那盒子里的步摇，觉得很是精美。世子夫人可愿将那步摇忍痛割爱给我？白良娣若是喜欢步摇，改日我送你一对。只是今日这步摇是太子妃亲自赏赐，我也喜欢的紧，就不能忍痛割爱了。不过太子府的丫鬟也就是这样的素质吗？做事毛手毛脚的，太子妃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，换一批懂事的丫鬟了？世子夫人说的对，还不赶紧带着世子夫人去换身衣服？世子夫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奴婢带您去换一身干净的衣服。你们就不必跟着去了，
由我府上的丫鬟带着世子夫人换衣服去就可以了。走着走着，娄七七就发现前面的路越来越偏僻。你这是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啊？不是说要带我去换衣服吗？世子夫人，你别急，地方马上就到了。换衣服的地方距离这里有些远。带着娄七七来到了一处偏僻的院子。世子夫人，衣服在里面，您可以随意挑选，奴婢就不进去了，在外面候着。衣架上面挂着几套衣服，娄七七随意的挑选了一身合适的。可就在这时，她突然听见门外传来了落锁的声音。她猛地朝着门口的方向看了过去，就见刚才的那小丫鬟已经不见了，而且房间的门也已经被关上，看样子是被人在外面锁上了。可是娄七七的身后突然出现了两个男人，两个人喝得醉醺醺的，全身上下往外散发着恶臭的气息，踉踉跄跄的就朝着娄七七扑了过来。果真是有美人儿啊！美人儿，真是让爷好等啊！是让爷好等啊！这么漂亮的小美人儿，你这么热情，一上来就把衣服给脱了，爷可真是太喜欢你了。这样的声音让娄七七全身上下的汗毛瞬间竖了起来，她惊恐地朝着自己的身后看去，就看见两个光着膀子的男人。顿时娄七七什么都明白了，哼，看来柳廷艳真的没打算放过自己。你们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不客气了。小美人儿，没想到你的脾气还挺辣的嘛啊！不过小爷我呀，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。快点来爷的怀里，让爷好好的哄哄你。娄七七被恶心到了，差点将隔夜饭都吐出来。不能和这些人继续浪费时间下去，他必须速战速决。既然柳廷艳费尽心思地筹备了这样一件好事，一会儿他自然会来看好戏的。所以娄七七必须赶在柳廷艳过来之前将这两个男人给解决掉。系统，我要一包蒙汗药。娄七七的话音刚刚落地，手里就出现了一包蒙汗药，他立即屏住了呼吸，将手里的那包蒙汗药洒了出去。对面的两个男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这样被迷晕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提醒我那酒被下了毒，我没有喝，为什么还会这样？宿主，系统起初并没有检测到您的餐具上也被涂抹了劣性合欢药。好啊，柳廷艳你真是好样的，竟然为了破坏自己的名声。我之所以中了，有一半是因为你的失误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给我解药？这一次系统没有废话，不一会儿娄七七的手里就多出了一个小瓷瓶。宿主，瓷瓶里就是解药，您服用1颗，身体里的药物就可以得到缓解。娄七七在屋里面转了一圈，直接越窗逃了出去。娄七七悄悄地沿着幽深的巷子往外走，就看到院子的门口站着一个婆子，还有一个丫鬟。那个婆子刚好就是柳廷艳身边一直伺候的老嬷嬷。太子妃让你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事情成了没有？我已经把门锁上了。那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把门关上以后就离开了。哎呀，这俩男人该不会是不行吧？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？太子妃好不容易筹划了这件事，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婆子走进房间，就看到两个男人躺在地上，而娄七七早就已经不知去向。你们两个废物，那个小贱人呐，白送给你们一个女人玩，你们都看不住，人跑哪儿去了？那婆子脚上的力道格外的重，竟然直接把那两人给踹醒了，唇角缓缓地勾起一抹弧度，随后干脆利落地关上了房间的门，门锁还在外面。娄七七直接咔咔2下把房间的门给锁上了。屋子里的几个人这才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都傻眼地朝着房间的门口看了过去。是哪个杀千刀的把门给锁上了？赶紧给老娘把门开开，听见没有？
快点把门打开！然而楼七七却没有理会他发飙的话，转身离开了门口。随后楼七七又走到几个窗户的跟前，在外面把窗户给堵死，让他们在里面怎么折腾也逃不出来。你能不能给我一包琴药，要烈性的，那种能让人兴奋一天一夜的？系统检测到宿主有害人心，故不予奖励。哼，什么叫我有害人之心？是那些人想要害我，我这样做叫做故技重施。快点，别那么多废话，我现在就要。宿主，情药属于禁药，如果宿主想要兑换春药的话，还需完成更多任务。系统检测到宿主的需要程度，可暂时先将情药兑换给宿主，但宿主要在1月之内和男主完成圆房。听到系统的这些回复，楼七七的眼睛瞬间就瞪了起来。这都是什么狗屁任务？为什么非要让他和男主圆房？宿主可以选择不要情药，那样宿主便不需要在1月之内和男主圆房。就知道这是个狗屁坑爹系统。那以后呢？如若宿主本次不兑换春药、情药，可将圆房任务推后1月。楼七七被气得狠狠地翻了个白眼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吧。再不快一些的话，柳廷艳那边恐怕就要带人过来了。此时此刻，房间里李婆子和2个男人都是一脸的尴尬。李婆子，这事儿可不能赖我们啊，是那个小贱人算计我们。行了行了，既然人都已经跑了，赶紧的把你们衣服穿上吧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口气全部都吹到了房间里。哪个狗东西把门给关上了，还把窗户给锁了？你们2个过来，把窗户给我打开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些药粉已经在空气里弥漫开来，不知不觉就被这些人吸进了鼻腔里，身体也逐渐开始变得燥热。怎么突然感觉天儿这么热？哎呀，不行，太难受了。先把门打开要紧，出去以后就不会热了。这边的宴会上，楼七七怎么换个衣服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？难不成是出了什么事？就在这时，太子妃不好了，那边好像出事。奴婢带着楼七七去换衣服，可到底出什么事了？好好的说。奴婢带着世子夫人去换衣服，就被世子夫人给支开了。等我回去就发现，刚刚世子夫人换衣服的房间里有男人的声音。在场的这些人全部都来了兴趣。哼，有男人啊，该不会是楼七七耐不住寂寞故意勾引的男人吧？南阳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这可是关乎楼七七的名声。哼，到底是不是？咱们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最主要的是，世子夫人可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。对，还是看看去比较好。世子夫人要是有什么事，咱们还能帮一下。一众女人们就朝着偏僻的院子走了过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带着世子夫人来换衣服吗？回太子妃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的，我领着世子夫人进了房间换衣服，就被支开了。等意识到不对劲，就发现了里面的动静。柳廷艳心想，这下楼七七怕是要完蛋了。不少贵妇聚在一起，叽叽喳喳的议论着。天哪，楼七七该不会真的耐不住寂寞，在这里偷人了吧？这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偷人都偷到别人家里来了，这也太不给太子妃面子了。哎呦，要我说啊，楼七七这么耐不住寂寞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活着也够丢人的。真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，侯府的人会怎么看？国舅府的脸呐，都跟着他一起丢光了。柳廷艳带着一众妇人停在了房间门口，去把门给我打开，便直接上前一把推开了房间的门。这一下子，房间里面的情况一览无遗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太子妃，这就是你们府上的仆人吗？真的是瞎了眼了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看的？楼七七呢？楼七七去哪儿了？只见房间里，李婆子和2个男人正肆意的纠缠在一起，那副场面啊，简直是不忍直视。怎么会这样？谁让你胡言乱语的？你不是说楼七七在这儿吗？楼七七呢？可房间里面的3个人却仿佛丝毫没有察觉一样。对呀，你不是说楼七七在里面吗？让你带着楼七七来换衣服，人去哪儿了？小丫鬟吓坏了，
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回太子妃、南阳公主，奴婢也不知道娄七七去哪里了，奴婢真的不知道啊，奴婢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把这3个贱奴给我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太子妃，你饶了奴婢吧，奴婢是被人暗算的，奴婢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老奴是被人锁在这房间里的。李婆子知道，所以她伸手就指向了旁边那个小丫鬟，说：是不是你把我锁起来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哎，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听到这熟悉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朝身后看了过去。怎么了？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娄七七，你做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你会从后面过来？我刚才换好衣服，有些内急，便去出宫了。怎么了？娄七七的这个解释格外的正道，让人找不出任何毛病。把这些贱人都拖下去乱棍打死！今天出了这样的事情，真是让各位夫人还有小姐看笑话了。这种污秽之地，我们就不要多待了，咱们回去慢慢喝茶赏花吧。娄七七不着痕迹地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2个男人还有李婆子，很快就有人把那2个男人还有李婆子给拖了下去。怕这件事情再闹出什么笑话来，柳廷艳急忙领着这些贵夫人还有小姐们去了前厅。这场闹剧到此为止，算是结束了。世子夫人，我们白良弼有请。这个时候找他做什么？娄七七的心里面有些疑惑。还请世子夫人跟奴婢走一趟吧，不要让奴婢为难。娄七七想了想，便点头答应了下来。正好他也想看看这个白柔柔把自己留下来到底是什么事。娄七七抬脚跟着小丫鬟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贴身伺候白柔柔的小丫鬟道：主子，刚才世子夫人的人来邀请你去花园转转，说有事要和你说。他找我做什么？我和他能有什么好聊的？好像是说想要送给主子步摇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去见一见他吧。你跟着我一起过去。娄七七由小丫鬟带领着来到了花园的小亭子时，正好就看到坐在亭子里的白柔柔。不知道白良娣邀请我过来，可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？白柔柔听到这话有些不开心了。什么叫做他邀请他？不是娄七七自己主动凑过来的吗？不是你说想要将那步摇赠送给我？既然这样，就赶紧把那一只步摇拿出来吧，我也不和你白费口舌了。娄七七听到这话也是一脸的茫然，完全不知道白柔柔是什么意思。不过隐隐约约的，娄七七可以察觉到自己好像又被别人给暗算了。既然这个步摇如此至关重要，说不定就是这个局里的一个棋子。如果这件事传到了柳廷艳的耳朵里，说不定刚好能变成他的把柄。抱歉啊，这个步摇我也十分喜欢，而且还是太子妃赏赐的，这么重要的赏赐，我自然不能够让给你。之前我也说了，如果你要是喜欢步摇，改日我可以选几个送给你。白柔柔脸上的神色就有一些不太好看了，她站了起来，仗着自己有太子的宠爱，更加恃宠而骄。娄七七，我现在找你要一只步摇，那是因为看得起你，你别不识抬举。那个步摇我看中了，今天你必须交给我。这是我的东西，我有权利说给或是不给。白良娣，提醒你一句，就算是再喜欢别人的东西，不属于你的，永远也不属于你。娄七七，你别忘了我是什么身份，我现在肚子里可怀着太子的孩子呢，说不定以后你见到我都要行跪拜之礼。我现在让你将那步摇让给我，完全是看得起你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娄七七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必须把那只步摇给我交出来。就在娄七七和白柔柔纠缠的时候，不知怎么的，白柔柔的身子突然一个趔趄，朝着旁边倒了过去。亭子下面就是湖水，白柔柔的身体重重地撞到了亭子护栏上，紧接着亭子的护栏突然松动，白柔柔直接从上面摔了下去。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在太子府的后花园响起。夫人，让奴婢下去。然而从头到尾，白柔柔身边跟着的2个丫鬟，除了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外，谁也没有想要下去救人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娄七七的唇角忍不住往上勾起，露出了一抹讥讽的笑容。这边碧春很快就把白柔柔在水里给捞了出来，可这个时候白柔柔已经昏迷了。
后花园里面传来的动静惊动了不远处的柳廷艳。柳廷艳带着丫鬟兰芝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还不赶紧去请太医！不管怎样，一定要保住白良娣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哼，柳廷艳还真是会演戏呢。回太子妃，白良娣的孩子恐怕是保不住了。白良娣只是因为受了惊吓晕了过去，很快就能够醒过来。柳廷艳脸上的神色变了再变，很快就变得格外阴沉。行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等到太医离开，你们两个不打算解释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好端端的人为什么会突然落水？白良娣还怀着身孕呢，为什么要带白良娣去亭子那里？两个小丫鬟瞬间扑通一声在柳廷艳的跟前跪了下来，一个个的脸上的表情格外惊恐。回太子妃的话是世子夫人邀请了白良娣，说有话想要和白良娣说，白良娣这才去了小亭子那里。现在娄七七知道了今天这一出到底是什么目的，原来就是为了陷害自己呀。恐怕从一开始柳廷艳就没打算让白柔柔顺利的生下这个孩子，可是如果她直接动手杀了白柔柔的孩子，肯定会惹来太子的不满，所以最后索性就把这个罪名推到了她的身上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小太监的声音：太子到。一屋子的人听到这话，脸上的神色都不由自主变了变。臣妾见过太子。奴婢见过太子。娄七七却从头到尾无动于衷，看到躺在床上的白柔柔面无血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子，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没有照顾好妹妹，才让妹妹突然之间出了意外，从花园的小亭子跌进了湖里。刚才太医已经来过了，说孩子恐怕不行了，所以现在孩子竟然没了。太子的脸色就仿佛阴云密布，整个人全身上下往外散发着骇人的冷气。白柔柔到现在还没醒来，太子恶狠狠的眼神扫过了在场的每个人。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柔柔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落水？太子妃并没有开口说话。白良娣是去赴约的，是世子夫人娄七七邀请白良娣前去说话，可是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突然起了口角，拉扯了起来，然后奴婢就看到主子落水了。当奴婢再想过去救主子的时候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。旁边的另外一个丫鬟也开口附和：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奴婢亲眼看见是狮子夫人推的白良娣。是你推的柔柔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娄七七唇角冷笑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太子，这个时候我不想和你争辩什么，或许你可以让我试一试，说不定白良娣和她肚子里面的孩子还都有救。等我看完了，我们再来好好的说这件事情谁对谁错也来得及。太子眼底划过一抹意外神色。太子，现在除了选择相信我，也已经别无选择了，不是吗？如果让我试一试，或许还能够留下白良娣肚子里的孩子。一直站在旁边的柳廷艳，娄七七，你少在这里添乱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存了什么样的心思。你说是不是韩彦白让你来的，就是想要害了太子殿下唯一的子嗣？柳廷艳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了。娄七七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伤害白柔柔肚子里的孩子。太子可以选择相信我，也可以选择不相信，但如果最后孩子没有保住，就不能怪我了。柳廷艳恨不得现在就直接上去把娄七七给拉出房间。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，你根本就不会什么医术，怎么保得住孩子？不巧，最近这段时间我刚拜了华神医为师，学习了一些这方面的技术，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帮到白良娣。太子妃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这里就暂时先交给世子夫人。说完，太子又转过头来，眼神深深地望了娄七七一眼，希望世子夫人不要让我失望。太子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住太子的子嗣，但是还请你们两位出去，给我留一个单独的空间，我不希望被别人打扰。对此太子没有任何意见，直接拉着柳廷艳出了白柔柔的房间。只是柳廷艳却一步三回头，看着娄七七的眼神里面充满了阴狠的杀意。房间的门被关上，娄七七这才大步朝着白柔柔的床边走去。虽然这个白柔柔格外的不讨喜，但娄七七也不希望柳廷艳的阴谋得逞。如果自己能够替白柔柔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肯定是给柳廷艳添堵啊！能够给柳廷艳添一点堵，
娄七七不介意帮这个小忙。此时房间门外，太子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要相信娄七七？难道你就不害怕娄七七是韩燕白派过来的吗？太子缓缓地低头看了柳廷燕一眼。难道太子妃不希望娄七七把柔柔的孩子救回来吗？怎么会呢？妾身自然是希望妹妹还有妹妹肚子里的孩子都一切安好。太子垂在身侧的手不由自主紧紧攥成了拳。这边娄七七已经缓缓地走到白柔柔的床边，在她的床边坐了下来。其实娄七七根本就不会什么医术，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不过是随便胡扯出来的一个借口。系统，给我兑换一种保命的药丸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系统是有这个功能的，那个药丸可以帮助濒临死亡的人起死回生，想必这个时候也能救活白柔柔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吧。回宿主，你真的想要兑换起死回生丸吗？起死回生丸兑换需要接下来完成更多的任务，宿主真的要为一个不相干的女人付出这样的代价吗？看来系统已经知道了娄七七想要做什么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救她。可是在这之前，白柔柔已经服用了大量的堕胎药，胎儿恐怕不保。娄七七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，与此同时心里面更加坚定，一定要将白柔柔救活，并且一定要保住白柔柔肚子里的孩子。娄七七下定了决心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，只需要将保命药给我。很快一颗保命药就出现在了娄七七的掌心里。娄七七不敢有任何的耽搁，赶紧将这个小药丸塞到了白柔柔的嘴巴里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咱们现在可不可以回府了？春桃是满脸的担心。我暂时还不能离开。春桃，你先回府上一趟，替我把华神医给请过来。就告诉他说这边有一个孕妇要小产，切记千万让她别耽搁时间，这边等不及了。春桃听了命令，急忙俯身，就急匆匆地回了侯府去请华神医。夫人，奴婢能去做些什么？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在门口守着就好。正在此时，太子也带着柳廷燕走了过来。世子夫人，你说你能够将妹妹救活，那现在人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给白良娣诊治过了，相信她很快就会醒过来。我也已经命我的丫鬟去请华神医了。原来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本事，既然没有那个金刚钻，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。如若太子的子嗣有什么意外，你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听着柳廷燕威胁自己的话，娄七七原本的好脾气一点一点的烟消云散。是吗？我反倒是觉得该付出代价的人不应该是我。说完，他看向了一直站在旁边面色阴沉的太子。回太子，刚才我在替白良娣诊治的时候，发现良娣这段时间一直在服用堕胎药，这药的剂量不大，应该是掺杂在每日的养胎药里面的，所以一时间并没有出什么状况。可就是因为这次白良娣受到了惊吓，再加上堕胎药每日积攒形成的毒素，对腹中的孩子造成了伤害，这才让良娣差点小产。娄七七的话让柳廷燕和太子脸上的神色不由自主地变了变。柳廷燕浮现了惊恐的神色。世子夫人，你说的这些话可都是真的？当然，我没有必要撒谎。如果太子不相信的话，可以直接将平常照顾白良娣的宫女叫过来，好好询问一番，自然就会知晓。此时此刻，太子的脸已经黑成了墨色。去把平常照顾柔柔的2个宫女给我押下去，等这边的事情结束后，本太子要亲自审问。就在这时，娄七七听见以后，急忙地转过身来，就朝着房间里走了过去，然后就看见白柔柔虚弱地撑起自己的身体坐了起来。太子也是一脸的担心，完全不顾及在场的柳廷燕，大步地走进了白柔柔的房间。柔柔，你没事吧？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可要吓死本太子了。殿下，我的肚子好痛啊！我的孩子是不是要保不住了？我真的好疼啊！我不能没有这个孩子。殿下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。
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去请太医过来！柳廷艳走进房间，也有一些吃惊，因为她根本没想到白柔柔竟然还有机会醒过来。她原本是想趁这个机会让白柔柔彻底醒不过来的，直接绕了白柔柔和她肚子里孩子的性命。太子，您既然想要保住孩子，不如多请几个太医瞧瞧吧。只请一个太医过来，难免会有一些偏差，多请几个太医过来，说不定还有救。娄七七总觉得刚刚过来的那个太医有些奇怪，他在替白柔柔把脉以后，根本就没有要提医治的事情，就只说无药可救，就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了。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大夫能够做出来的事情，反而像是受了别人的指使，听命行事。世子夫人不是说自己会医术，有本事能够救活柔柔肚子里的孩子吗？怎么现在又出尔反尔了？听到柳廷艳的质问，刚才我已经替白良娣诊治过了，但如果太子不信我，自然可以多请几个太医过来，而且等会儿我师父华神医也会过来，相信有华神医在，一定能够救活太子的子嗣。一会儿功夫，太子身边的侍卫就叫来了3名太医。回太子，病人是因为受到惊吓才一直没醒，身体并无大碍，胎儿有小产的迹象，应该是受寒所致。受寒其实说明白一些，就是因为长时间喝了堕胎药。轮到李太医的时候，他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，结结巴巴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李太医，你怎么看？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就在这时，春桃急匆匆地带着华神医来了。是谁？哪里有人小产？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华神医，床上的是白良娣，她今天在和我说话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掉进了水里，胎儿情况有些不好，还麻烦您给看看。你们太子府上是怎么照顾孕妇的？竟然连着给孕妇喝堕胎药，这孩子能够保住才算是神奇呢。而且刚才孕妇受了惊吓，是不是有人给她诊治过了？啊，是我刚才看她情况不好，就给她服用了些修补的药丸。按照这张药方上的药去抓，3碗水熬成1碗，每日2次给她服下，能够保住胎儿的性命。不过之后切记不要再碰任何生冷的东西。太子将这个药方子交给了自己最贴心的侍卫。丫头，时候不早了，难道你还不打算回去吗？您先回去吧，我稍后就回去。等到所有的人都离开以后，房间里就只剩下娄七七、柳廷艳还有太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昏迷不醒的白柔柔。太子，刚才华神医和几位太医都已经诊断过了，白良娣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服用堕胎药。以我看来，良娣这么喜欢这个孩子，是不可能自己主动服用堕胎药的。不如太子好好查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同时，我也想和太子说清楚，当时白良娣为什么会落水。太子的眉头已经紧紧地皱了起来，旁边的柳廷艳心里很是紧张。娄七七，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家事了，就不用你在这里费心了。可是我却要问清楚，白良娣是怎么跌进水里的？难道太子妃不想弄清楚这件事情吗？一直躺在床上的白柔柔，这个时候也已经听出了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竟然是娄七七找来了大夫替她医治。刚才也是娄七七救了她，难道太子和白良娣也不想知道到底是谁在下堕胎药？白柔柔死死地咬住下唇。殿下，您可一定要为妾身的孩子做主啊！要是今日没有发现妾身一直在服用堕胎药的话，这孩子恐怕早就没了。这可是妾身和殿下的孩子，不知道是谁这么恶毒，竟然不想让您的孩子出生。太子的面色阴沉难看，把平日里伺候柔柔的2个丫鬟给我带过来，本宫要亲自审问。白柔柔也不蠢，在这个府上唯一不愿意让她留下孩子的人就是柳廷艳了。想到这里，她艰难地坐起来，就想要给太子下跪，一脸哀求的表情。殿下，您可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妾身刚才在和世子妃聊天的时候，是有人推了妾身，妾身才会摔下去的。要不是有世子妃及时将妾身救上来，妾身恐怕连命都没了。老实交代，是谁让你们下堕胎药？又是谁让你们推柔柔下水的？2个小丫鬟跪在地上，面色一片惨白，身子忍不住的发抖。殿下，这件事情就交给妾身来处理吧，妾身定当好好询问，问清楚这2个贱婢到底为什么要伤害妹妹。娄七七看柳廷艳转变得如此之快，唇角忍不住勾起一抹讥讽的笑。既然太子府上还有家事要处理，那我就不多留了。如果太子还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侯府请华神医。谢谢世子夫人出手相救此事，恩情本太子已经记在心上，日后定会好好答谢。娄七七从太子府上出来后，丫鬟春桃便忍不住在旁边吐槽：夫人，还好你聪明，解释清楚了。
不然那个小气的孩子没了，岂不要赖在你的头上？夫人，你说这件事情是谁做的？他们为什么要针对你？既然这件事情过去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提了。你们以后也不要议论这件事，免得落人口舌。奴婢知道了。夫人，眼下可要回府？暂时先不回府了，你驾着马车带我四处转转吧。刚好从府里出来，娄七七顺便想要在街上转转。就在这时，娄七七突然看见一道熟悉的身影，那不是唐毅吗？唐毅！走在街上的男人缓缓回头，唐毅看到娄七七，七七，你今儿是怎么有时间出来了？我出来也是想看看外面这些店铺，最近有想做小生意的打算。唐毅早就对娄七七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不意外了，他总觉得娄七七和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。你想开什么店铺？或许我可以给你参考参考。对呀，唐毅在这京城生活了这么久，对京城的各个店铺和商业机圈都非常熟悉，而且人脉资源很广。这店铺的事情，说不定唐毅能够帮到我。娄七七就将自己的打算告知了唐毅，两个人坐下来。我最近研究了一种新的吃食，保证你在京城从来没有见过，所以就打算在京城开一家店，一家炸鸡店。店铺嘛，不需要特别大，最好在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。我倒是可以帮你找一找，我认识几个这方面的东家，改日替你好好打听打听。那我就谢谢你了，等我的炸鸡店开起来，免费请你吃炸鸡。这边韩燕白一直在府上等着娄七七的消息，到现在人还没回来，韩燕白的心中难免有些焦急。你去看看夫人为何还未回来，再看看太子府上的赏花宴结束了没有。墨竹得令，赶紧去办事儿了，而韩燕白则一直在娄七七的院子里等着。墨竹去了一趟，不大会儿的功夫就赶了回来。回世子，小的已经去打听过了，太子府上的赏花宴早就已经结束了。听到这话，韩燕白的眉头紧紧皱起。那为何到现在了，娄七七还没回来？墨竹脸上的表情欲言又止，有什么话就直说。世子，我还打听到今天太子妃的赏花宴上，太子的妾室差点小产，太子府里传出消息说这件事情和夫人有关。韩燕白的脸色骤然阴沉下来，和娄七七有关。世子，您这打算去哪儿？韩燕白脚步匆匆，并未停下，声音不冷不淡：去接娄七七回府。到现在娄七七还没回来，恐怕是被困在了太子府里，说不定就是柳廷燕害了太子的小妾，却将娄七七当成了替罪羊。直到这一刻，韩燕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如此着急，其实是在担心娄七七。韩燕白疾步走到侯府门口，墨竹就这样一直跟在身后。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听到了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唐毅，那咱俩的事就这么说好了，我到了，你有事就去忙吧。唐毅淡淡的笑着，刚想要回复娄七七，抬眼便看到了从府里怒气冲冲走出来的韩燕白，他脸上的笑容僵硬。好，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说完，唐毅转身离开，娄七七还站在原地，笑嘻嘻的和唐毅摆手道别。可是他怎么突然感觉背后凉凉的，古怪的转过头来，然后就对上了韩燕白那双阴沉的眸子。看着韩燕白，娄七七脸上的笑意淡淡散去，敷衍的扯了下唇角。见过世子。他可没忘记，他现在正和这男人吵架呢。娄七七也只不过是淡淡的瞥了韩燕白一眼，就抬脚准备在韩燕白身边擦身而过。可就在这时，男人突然一把捏住了他的手腕。娄七七的表情微愣：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刚刚在外面回来，已经有些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韩燕白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冷了下来，男人的下颌紧绷，薄唇紧抿，冷冷的眼神扫过娄七七。你刚才去做什么了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去参加太子妃的赏花宴。见男人脸上带着怒气，这狗男人该不会是以为我会欺负柳廷燕，所以特意过来兴师问罪的吧？哼，我真是狗男人，哪里有我欺负柳廷燕的份？人家可是太子妃，我们被柳廷燕扣上毒害太子子嗣的帽子就不错了。哼！韩燕白自动忽略了娄七七心里这些心声，深沉的视线紧紧地盯着娄七七。说，你刚才去做什么了？我能去做什么？你这表情搞得像是我在外面养着男人一样。韩燕白被娄七七的话给气笑了。哦。
哼，你难道不是吗？那你和唐毅两个人刚才在说什么？娄七七这才恍然，这个狗男人生气原来是因为唐毅呀。不过娄七七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他和唐毅的关系了，是韩燕白自己不相信不听的。当然是和唐毅谈生意了。我想让你帮我找一家开炸鸡店的铺子，你拒绝了，那我只好去找别人帮忙了。等到娄七七离开，韩燕白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，没有打算动的意思。世子，咱们要回府吗？韩燕白没有回应，大步也进了府。半盏茶的时间后，韩燕白把墨竹叫了过来。你将这个房契拿给娄七七。墨竹接过。世子，您这是？让你拿给夫人，难道我说的还不清楚吗？墨竹懂了，世子这是把世子夫人惹生气了，所以将这店铺拿给世子夫人哄她开心啊。于是墨竹在韩燕白对面坐了下来。世子，您这么做是不行的。韩燕白凉凉的视线朝着墨竹看了过去。世子，你要是想哄夫人开心，那就必须亲自去，只有您自己亲自去送了，夫人才会明白你的心。夫人是个女人，女人的耳根子最软了，你把这个店铺给夫人送过去，顺便再说几声好听的话，夫人肯定就不会生气了。韩燕白的唇角忍不住抽了抽。谁说过这么做是为了哄娄七七开心？呵呵，他只不过是觉得唐毅没什么本事，帮不到娄七七，难不成是他猜想错了？夫人，世子过来了。刚准备休息的娄七七一脸不耐烦地坐起来。哎呀，他来做什么？娄七七的话音落地，韩燕白就已经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韩燕白直接走到娄七七的对面坐下，然后将手里的房契递到了娄七七的跟前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说想要开一个那什么炸鸡店？这是京城地段最好的一个店铺，你要是喜欢就去开吧。啊？这男人怎么一天之内转性了？昨天不是还不允许我开店吗？不希望你开店，是因为不想让你出去面对危险。你也知道，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有人针对你。原来你都是担心我，那为什么突然又允许我开了？哼，记得你特别想开，我作为你的夫君，自然要满足你这个愿望。娄七七像是收宝贝一样，小心翼翼地把房契收了起来。对了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我在太子府上遇到了玉梅，然后和玉梅确认了一件事情。原来刘大山刚好就是他的青梅竹马。玉梅一开始一直以为刘大山死了，所以才一直没去找他。现在知道了，玉梅也想要从九王爷身边离开，和刘大山两个人双宿双飞。我答应玉梅要帮他。见韩燕白一直紧皱着眉头，他伸出脚来踢了一下韩燕白的小腿。喂，你该不会是要反悔，不打算帮他们了吧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，九皇子为什么要将玉梅一直困在身边？难不成他早就已经知道了两者之间的关系？真没想到韩燕白还挺聪明，竟然想到了这一点。书中的确是这么说的，九王爷把玉梅留在身边，就是为了利用玉梅牵制刘大山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将玉梅解救出来，不然刘大山就会为九王爷所用。韩燕白自然是将娄七七的心里话全部都听了去。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我会帮玉梅的，可到底要怎么帮，还要好好计划计划。既然九王爷是有心把玉梅留在身边，那九王爷对玉梅的心思肯定会更重。我们想把玉梅接走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其实娄七七心里已经大概有了计划，所以只能制造假死，让九王爷以为玉梅已经死了，这样玉梅在九王府逃出来以后，才能够平安无事的继续和刘大山生活。这样想着，他也将这样的想法告诉了韩燕白。不如我们制造一个假死，然后让玉梅脱身，这样不就行了？这件事情还需要详细计划，你先不要着急，也告知玉梅不要着急，让她稍安勿躁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，被九皇爷察觉。这些我已经告诉玉梅了，玉梅会知道的。听说太子的小妾今天差点小产，这事儿你怎么知道？想到这里，娄七七顿时一脸怒意地看向韩燕白。这男人该不会是怕我欺负柳廷燕，所以特意去打听的吧？莫名的，韩燕白听到娄七七心里的吐槽，眉头紧紧地拧了起来。你一直未归，所以我便让墨竹去打听了一番，这才打听到了这个消息。太子的子嗣可保住了。原来是这个原因呀！你不知道，
这一切都是柳廷彦的阴谋，他想要陷害我，同时除掉白柔柔肚子里的孩子。唉，柳廷彦特意计划了一番，可他却没想到我出手救了白柔柔，还专门为白柔柔请了华神医。所以现在柳廷彦不但没有除掉白柔柔肚子里的孩子，可能反而还会惹祸上身。一边和韩燕白八卦着，娄七七在心里一边痛恨地想着，哼，谁让柳廷彦敢算计到我头上，居然还想找男人玷污我。这次他算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。柳廷彦下次要再敢算计我，那我肯定不会心慈手软。韩燕白正在喝茶，悠闲地听着娄七七讲关于太子府的八卦，可却突然听到娄七七这些心声，他脸上的神色瞬间就阴沉下来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休息吧。不出娄七七所料，有些话你们可想清楚了再说，不然掉脑袋的就不止你们2个人了。2个小丫鬟之所以为柳廷彦卖命，就是因为有把柄攥在了柳廷彦的手里。最后太子直接让人将这2个小丫鬟拉出去剁了喂狗。是太子妃你管理后院不当，后院才会出现这样的丑事，该罚。柳廷彦这才无话可说。韩燕白从娄七七的房间离开，给守在门口的碧春使了个眼色。主子有什么交代？今天夫人在太子府上发生了哪些事，事无巨细，一件一件都给我说清楚。把娄七七在太子府上做了什么，见了哪些人，遇到什么事情，全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韩燕白。柳廷彦，竟然又是柳廷彦！柳廷彦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继续留在夫人身边，有什么事情记得随时和我禀报。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华神医，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华神医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你这个表情看着我，我总觉得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。丫头啊，你是不是也懂艺术啊？啊，您为什么突然之间这么问？你不懂艺术，那当时太子的小妾差点没了的时候，你给他吃了什么？算是了解一点点吧。我现在无事的时候自己看过一些医书，但是并不精通医术，和您这样的神医可是没法比的。那个药丸啊，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制出来的一颗，制作过程繁琐，而且所需的材料很多，我是留着救命用的。当时给太子的小妾吃的是最后一颗了。丫头，你有没有兴趣学医？你要是想学医的话，老夫可以收你做关门弟子。娄七七的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震惊的神色。啊，华神医，您是认真的吗？您可千万别冲动啊！其实我很笨的，又笨又蠢，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做您徒弟的话，恐怕只会惹您生气。可华神医却表现得满不在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管什么样子的弟子，跟了老夫以后啊，都会变聪明。你要是愿意拜老夫为师，老夫就会将所有的医术全都教给你。到时候啊，你就是这世间第2个神医。娄七七微微地认真思考了一下，觉得拜华神医为师也是可以的，毕竟自己之前刚刚借了华神医的名声，再加上自己时不时会利用系统，如果要是有个神医师傅，有些事情就更加好解释了。华神医，您是认真的吗？不会后悔的那种？自然，老夫从来不会骗人。师傅，请喝茶。好好好，好徒弟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抱着厚厚的一摞医书过来，扔给了娄七七，让娄七七一字不差地将这些书全部都看完，将华神医交代的任务完成，这才睡下。到了第2日，春桃，你看看这个地方在哪儿？我们先过去看看，确定好了位置后，就要开始正式经营炸鸡店了。哦，夫人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就是在这里盖一个比较高的柜台，然后后面打通，留出一扇窗口，可以随意拿取货物，再在北边这一块放上几张桌子啊，您看是这样吗？娄七七没想到这老王的理解能力还真不错，他满意的点点头。王叔，这些工程你什么时候能干完？3天时间，3天时间差不多可以装修好。可以，你们可以适当的加快速度，但却一定要保证好装修的质量。那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。交代完这些事情，娄七七就离开了店铺。娄七七先是去了隔壁的胭脂水粉铺子。这位夫人，你想要挑选些什么？我们这里呀，应有尽有，可以任你随意挑选。不用，你去忙，我先自己看看。平常他使用的胭脂水粉
都是府上有人专门采购的。哎，你们两个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喜欢的就拿。今天我开心，就当做送你们礼物啦。春桃听了，双眼放光，可是碧春却还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。碧春，你不挑一样吗？多谢夫人的好意，奴婢不需要。这盒胭脂水粉很配你的肤色。婢不需要。这盒胭脂水粉很配你的肤色，你皮肤冷白，擦上这个肯定会显得更加好看。少擦一些，别人看不出来。那你可以试试。就在几个人闲逛的时候，胭脂铺里又进来几个年轻的姑娘。你们不知道，听说娄七七前段时间被绑匪给绑架了，撸到了山头上去做压寨夫人。天哪，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，那娄七七的名声岂不是毁了？娄七七哪里还有什么名声啊？她的名声早就已经臭了。只不过啊，这次事情很严重。哎，你说一个女人被山匪绑走了，能发生什么呀？恐怕娄七七的身子呀都已经脏了。这几个贵女叽叽喳喳地走进来，嘴里不停地议论着，她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，她们议论的女主角此时此刻也在这家胭脂铺里。娄七七都已经被别的男人玷污，你说韩延白会不会和他和离呀？让他之前那么嚣张，没有想到也有这样一天。我早就盼着他被韩延白赶出侯府了。是啊，娄七七被赶出侯府的那一天，我一定要点一支鞭炮庆祝庆祝。那么洪亮的大嗓门自然是被娄七七和两个小丫鬟听到了。呀，是娄七七啊！其他人不由自主地闭了嘴，随后朝着娄七七这边看过来。你们几个聊得好像很开心呀。娄七七，你嚣张什么？你都是一只破鞋了，还有什么好嚣张？那人的话还没说完，娄七七就干脆利落的一个巴掌甩了过去。被打的人叫张小小，是当今户部尚书之女。娄七七，你实在是太过分了，你竟敢打我！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现在京城里面都已经传遍了，你已经被土匪糟蹋了。这事儿不止我一个人说，有本事你把京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打一遍呢！你不是嚣张吗？你不是有本事吗？京城里已经传遍了他被土匪糟蹋了，他自己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真是可笑。京城里的传闻那么多，难道每一个都是真的吗？你们这些姑娘也老大不小了，而且有些已经嫁做人妇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能不能有点脑子？你们是哪只眼睛看到我被土匪糟蹋，还是土匪亲自告诉你们的？都没有，对吧？听着别人三言两语的废话，就被你们以讹传讹，故意造谣诋毁。像你们这种做什么事情都不过脑子，被人煽风点火就会上当的姑娘，有哪家的大家公子愿意娶你们为妻？娄七七冷哼一声，不屑的眼神扫向他们。告诉你们，我行得端坐得正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没做过的事情就是没做过。这种话以后要是再让我从你们嘴里听到，就不是打一巴掌那么简单了。你们两个再去各个店铺听听，看看还有没有类似的传闻。我在前面那家茶馆等着你们，一会儿你们再来找我。说完，娄七七就径直朝着前面不远处的一家茶馆走去。两个小丫鬟听了娄七七的命令，也紧跟着行动。娄七七喝了2杯茶的功夫，两个小丫鬟也匆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。先坐，有什么事坐下来慢慢说。夫人，这些人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听来的胡言乱语，传的是越来越离谱，而且他们说的话都非常难听，有些我都实在听不下去。一春在娄七七的注视下也轻轻地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他打听到的消息和春桃是一样的。看来有些人想要毁掉自己，还真的是不遗余力呢。你们休息的怎么样了？休息好了，咱们就回府。夫人，难道您就不生气吗？那些人竟然那么说你，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难道你不打算找他们算账吗？算账当然是要算的，只不过还不是时候。行了，今天出来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回去以后，娄七七的日子并没有受到外面这些传闻的影响，只是韩燕白这边就有一些麻烦了。韩燕白上朝以后，突然被几个同僚给拦了下来。那几个人都是一品大员，
他们拦下韩燕白后，看着韩燕白的眼神格外古怪，一个个的全都是欲言又止又不好开口的模样。几位大人口有要事和我商讨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。最后啊，那几个大臣把韩燕白请到了酒楼里。世子啊，听说前段时间您夫人被土匪掠走了，可有这样的事儿？韩燕白听完，眉头瞬间皱起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悦。这世上呀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世子你也不必担心，世子若是有心的话，我可以将我家的女儿嫁给你。你放心，我的女儿向来是格外乖巧又懂事的，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对呀，这个女人要是失了清白呢，只会辱没了门楣，丢了咱们男人的脸面。世子有些事情该断则断呢。我不懂几位大人说这话是何意，有什么话几位大人不妨直说。原来韩燕白还不知道这件事呢，怪不得呀，怪不得。原来世子您还不知道这事儿，最近京城里可是传遍了，您的夫人娄七七前段时间被土匪掠走糟蹋，还说您夫人怀了土匪的孩子，这我们做男人的哪里能忍呢？这样的女人咱们不要也罢。这些话你们都是听谁说的？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你们都是从哪里听说的？这世子可真的是好惨一男人啊，都被戴了绿帽子，竟然还不知道呢。张大人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韩燕白，这事儿我是听家里的几个女人说的，说这事儿已经在外面传遍了，而且有人亲眼看到世子夫人被那些土匪们掠走。世子，我知道你面对这件事情实在是有些困难，但也不能一味的躲避，这样的女人可留不得呀。笑话，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。你们一群大男人竟然听信女人家的闲言碎语，简直是愚昧。这些事我只想听一次，下次再让我听到从你们口中吐出这样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说完，他不再理会这些人，面色阴沉地站起身来，带着怒意转身离开了。魔主，世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去调查调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传闻是从哪里传出来的？可后来韩燕白特意封锁了消息，刘大山那边也做了配合，这些传闻又是从哪里出来的呢？韩燕白的书房里，今日夫人去了一趟铺子，随后又逛了逛胭脂水粉铺子。在胭脂铺子里，奴婢听到有人一直在诋毁夫人，夫人也得知了此事。此时韩燕白听到碧春的话，眉头紧紧地皱起来，脸上的神色越发难看。夫人近日心情可好？夫人心态一切如常，夫人最近一直在忙到几乎连午饭的时间都顾不上吃。在忙什么？碧春就将娄七七正在和华神医学医的事情告诉了韩燕白。娄七七一直让自己处于忙碌的状态，难道就是为了忽略外面那些传闻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韩燕白刚刚走进娄七七的院子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娄七七这才转头看向韩燕白。韩燕白，你尝尝我新做出来的这些薯片还有薯条，好不好吃？要是好吃的话，到时候我就在炸鸡店里推出。没有筷子吗？吃这种东西就是要用手抓着吃才好吃呢，用筷子吃就有些矫情了。你快尝尝到底好不好吃？拿了一块放在嘴里，咔嚓咔嚓一声脆响，随即他便尝到了土豆的香味儿和微微的咸辣，味道很不错。就这样，韩燕白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小托盘里的薯片全部都吃完了。娄七七忙完以后，转头就看到了韩燕白意犹未尽的表情。怎么样，我这些吃食还不错吧？你说这些吃食要是在店铺里卖的话，效果会不会好？韩燕白真没想到娄七七竟然能够研究出如此美味的吃食来。很不错。要是在京城里推出，应该会有不少人喜欢。哎，你今日不忙吗？怎么想起来来我这里了？韩燕白也才想起来自己过来的正事。最近外面传出一些不好的传闻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外面那些诋毁我的话，你也听到了？韩燕白面无表情地点了下头。看来这件事情传得还挺热闹的，不过我起初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可现在我觉得我有必要好好想想这件事情了。她是国公府的姑娘，同样又是皇后娘娘的妹妹，拿着这样的传闻继续再传下去，丢人的不止她一个人。韩燕白看着娄七七，你觉得这事是谁传出去的？当初出现意外后，我就已经让手下的人封锁了消息，按道理来说应该没人得知才对。我已经让墨竹去调查了，你有没有想法？娄七七听了韩燕白的话，
忍不住在心里面冷哼了一声。哼，还能有谁？这件事情除了柳廷燕，还有谁敢这么做？韩燕白再一次在楼七七的心里听到柳廷燕的名字，脸色更加难看了几分。见楼七七的脸上带着愤怒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让人调查清楚的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我帮你解决掉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感谢我？他想要怎么感谢？难不成还想让我以身相许？不对，我已经都嫁给这个臭男人了。楼七七一脸提防地看着韩燕白，你想让我怎么感谢你？可韩燕白在听到楼七七的话后，却若有所思地勾起了唇角。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，等我想好了以后再告诉你。说完转身大步离开。是夜，韩燕白正在书房里面处理公务，可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细碎的打斗声。墓主，主子，有人夜袭侯府，竟有人半夜偷偷地溜进了侯府，看来这人不简单呀！朝着那黑衣人逼近的时候，世子，你们侯府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？墓主住手！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清凉山的大当家刘大山。世子不请我进去坐坐，去看看夫人睡了没有。没睡的话，就告知夫人清凉山上的客人来了。墨竹得令，随后就去了楼七七的院子。可刘大山在听到韩燕白的话后，却是一脸惊讶。看来这个韩燕白对自己夫人很是宠爱呀。请吧，我正在等大当家的呢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墨竹就把楼七七给请了过来。刘大山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？应该是的，他自己一人闯进了侯府，差点被我当成毛贼给捉了。大当家的，请喝茶。刘大山打量的眼神在韩燕白的书房里四下扫视了一圈。你们这些当官的还真是讲究啊，书房里竟然放了这么多书。这些书都是平时里要读的，并不是为了穷讲究。大当家的可能不喜好这些，但有人喜欢读书。既然人都已经来齐了，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谈了？自然是可以。那日世子说见过送我荷包的姑娘，这个事儿可是真的？而世子又怎么知道是谁送给我的这个荷包？韩燕白并没有开口说话，而是转头看向了楼七七。其实是我发现的。前段时间我认识了一个姑娘，她所绣的针法和技巧和你腰间戴的那枚香囊很相似，我便让人去调查了一番，又偶遇了那位姑娘。楼七七打心里面觉得这刘大山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前2日我询问了那位姑娘，她告诉我她曾经送过别人一枚绣着梅花的香囊，而她的名字里也刚好带一个梅字。当刘大山听到这些话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已经变得非常激动。他看着楼七七，那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？你们又是从哪里见到的？她现在过得好不好？我能不能见见这个姑娘？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你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我可以和你保证的是，如果你想和那位姑娘重聚，我可以帮你，但你也必须要答应我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不要冲动，一切都要听我们的安排。楼七七神色淡淡的看着刘大山，你能做到吗？你能够做到，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那个姑娘的情况了？那位姑娘叫做玉梅。刘大山听到这名字时，眼睛再次变得猩红。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和玉梅见面，因为玉梅现在是九王爷的妾室。那玉梅现在过得好不好？有没有受欺负？玉梅过得还好，九王爷很是看重玉梅，而且九王爷的身边就只有玉梅一个妾室，所以你不用担心玉梅会过得不好啊。九王爷应该也是觉得玉梅很有利用价值，所以才一直对玉梅好的吧。你不要激动，也不要生气，那天我已经见到了玉梅，并且把你的事情告诉了她，玉梅也很想跟你重新在一起，你们2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，不管有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不是问题。刘大山怔怔地听着楼七七这些话。你说的没错，只要玉梅心里还有我，我一定会将她从九王爷身边带出来。韩燕白，你想要让我和你怎么合作？是不是我答应和你合作，你们就能帮我把玉梅救出来？和我合作其实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答应我，以后朝廷任何人联系你，你都不要理会他们，包括九王爷和太子。九王爷把玉梅放在身边，就是想通过玉梅来利用你。最近京城虽然看着风平浪静，但其实皇位之争早已是暗波汹涌。你占的清凉山又恰巧在京城之外，而且你手中有大量的人马，所以就会有人想要跟你合作。九王爷这个男人将他的玉梅给霸占了。你们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和九王爷合作的，同样也不会和朝廷里的其他人合作。只要你们帮我救出玉梅，让我帮你们做什么都行。其实我需要你做的并不多。
在京城动荡之前，你只需要按兵不动，守住你的清凉山。这些你能不能做到？你放心，这些我说到做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我做？刘大山不太相信韩燕白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以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事情交给你，比如让你和我联合，借助你的势力。到底什么时候需要你，这我说不准，但你必须保证能够做到随时配合我。放心吧，你们说的话我记住了。我刘大山最讲义气，只要你们能够帮我救出玉梅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关于救玉梅的事情，还得让我好好想想计划计划。你不要着急。刘大山还是相信娄七七的话的。今日时间不早了，大当家的就暂时住在府上吧。刘大山是悄悄潜进府的，应该没有人知道。墨竹带着大当家的下去休息。不了，我不能留在京城。世子夫人，我相信你，这枚笛子可以召唤我的信鹰，你有什么消息都可以吹响笛子，让信鹰给我送信。我们只有不见面才是最安全的。娄七七接过了刘大山手里的竹笛，你放心吧，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然后便闪身进入到了夜色中。还真是苦命的两个人呢。韩燕白走到娄七七的身边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，我送你。娄七七奇怪地转过身来，这男人没毛病吧？竟然说要送我，说是在自己府上，哪里用他送啊？韩燕白听到了娄七七心里面的吐槽。走吧，别傻站着了。娄七七也没多想，便陪在韩燕白的身边，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两个人的身影在月色的照耀下。你想好要怎么帮玉梅了吗？我还没想好到底该怎么办呢。想要悄无声息地将玉梅从九王爷的府上捞出来，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。韩燕白看着娄七七一脸发愁的样子，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可以随时和我说。什么叫做你可以帮我？你是要无条件的配合我？你也不好好的想想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让你和刘大山两个人合作。韩燕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，低低地笑出声来。原来娄七七这才反应过来呀。对了，之前你帮了我一个小忙，就要和我提一个要求，那现在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回报我些什么？男人清朗的面庞迎着月色，唇角是浅浅的笑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啊？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想好，你得允许我好好的想一想。不过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，如果要是提出来的要求有些过分，你应该也会答应的吧？说完，他还转头看向韩燕白，那也要看我的心情。腹黑。娄七七进了自己的院子，就见韩燕白也跟着走了进来。他回头看了韩燕白一眼，我到了，你还跟着进来做什么？这男人该不会是要留宿在我这里吧？这可不行，不行！之前系统说留给我和韩燕白圆房的时间是几天来着？这已经过去了1、2、2天时间了，时间越来越短了。如果我要是没完成系统的任务，会怎么样啊？娄七七这边心里胡思乱想着，系统那边应该是感应到了他的问题。如果宿主没有按时完成任务，宿主将会受到惩罚，被扣除积分，系统也会减少为宿主提供的服务。娄七七忍不住地撇了撇嘴，那要不我和韩燕白圆房试试？韩燕白站在娄七七的对面，听到娄七七心里这一番来回，脸上的表情一阵红一阵黑，漆黑的夜色遮住了他发红的面色。你在这里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我跟你进来，只是想拿一些你做的那些吃食。你早说呀！你要是喜欢吃我做的这些零食，我可以让春桃随时给你送过去，你吃多少都行。如果真的和娄七七圆房，好像也不是不行。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，韩燕白的脸色顿时更热了几分。这些都是给你的，不过这种东西不要吃多了，吃多了会上火。你要是喜欢吃，以后可以让墨竹随时过来拿，还是新做出来的比较好吃。第二天早晨，刚刚用过早膳，韩燕白就被侯夫人叫了过去。燕白啊，母亲今日叫我来，可是有要紧的事。燕白啊，最近京城里的传闻你有没有听说？京城里的人都说七七被土匪给玷污了，可有这事？母亲也相信那些人所说的话，这只不过是外人胡言乱语而已，母亲不要放在心上。什么叫胡言乱语？无风不起浪，外面的那些人为什么不传别人，偏偏传
娄氏的闲话。我看呐，肯定是娄氏在外面胡来了，这才丢了咱们侯府的脸面。这样的儿媳妇简直是丢人。母亲，我说了，这是没有的事。这是有人在故意造谣诋毁娄七七。哼，我才不管这些，不管这件事情娄氏到底有没有做过，但现在我们侯府的名声被他连累，我就不能当作不知道。我们侯府从没有出过这样的媳妇，所以我现在要你休了娄氏。男人瞬间从椅子上站起来。母亲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侯府留不得这样败坏门风的媳妇。燕白，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，而是让你现在就回去写休书。她虽然不是韩燕白的亲娘，但作为主母，这个权利还是有的。韩燕白脸上的神色早就已经阴沉密布了，她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和娄七七和离。她比谁都清楚，娄七七到现在还是清清白白的，对上侯夫人的视线。母亲，你就别费功夫了，我是不会和娄七七和离的。说完，韩燕白不再理会侯夫人，转身离开。燕白，你是不是被那小狐狸精给勾去了魂儿？他都已经声名狼藉了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！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和他和离。他缓缓地转过身来，失望地看着侯夫人。母亲，你身为侯府的女主人，出言如此不堪，难道就不怕败坏了侯府的名声吗？我说过，我是不会和娄七七和离的，我的决定没人能够改变。老夫人，您也别生气，世子最近这段时间和世子夫人感情甚好，您这个时候提出让他们和离，世子自然是难以接受。我看他就是被娄七七那个小狐狸精给勾去了魂。老夫人，不如您换一个方法试试，用这种强硬的手段，世子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世子向来有自己的想法，您要是强硬的让世子和世子夫人两人和离，说不定还会坏了你们母子间的感情。嬷嬷，你可有什么主意？夫人，您不是中意楚姑娘吗？那不如就把楚姑娘接到府里来，让楚姑娘先和世子好好的培养感情，等到世子和楚姑娘有了感情以后，您再找个理由让世子把世子夫人降成妾，来日方长，到时候再让世子休了世子妃就不难了。可那娄氏毕竟是国公府的姑娘，而且还是皇后娘娘的妹妹，把她降为妾室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老夫人，如果娄氏犯了七出之错，就算是有国公府和皇后娘娘，您也是有理由处罚她的。哎，你们两个知不知道去哪里买人？夫人，您想要买人吗？难不成是奴婢伺候的不好，你想换了奴婢？夫人，奴婢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，您都可以直接和奴婢说，奴婢一定会改的。哎呀，你这个小丫头胡思乱想什么呢？我要买几个人回来，是想让他们帮我看顾着炸鸡店。炸鸡店现在已经装修好了，只剩下开业了。我总不能让府上那些丫鬟天天在炸鸡店忙啊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春桃放下心来。夫人想要人看顾炸鸡店，可以和世子说，世子自然会安排。这个炸鸡店是属于我的，我想靠自己经营起来。碧春有一些不解，见碧春一脸狐疑。碧春啊，这个世界上女人离了男人并不是不能活，我想要做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这些事情不需要韩燕白的帮助，就算是离了韩燕白，我也照样能够做得很好。夫人，您要是想买人的话，就要去东市，东市那边有专门卖人的地方，到时候您可以随便去挑选。碧春，你现在是谁的人？